是哪儿？怎么还有田地，还有池塘？哇，池塘里的鱼这么大，这鱼蒸起来肯定美味又多汁。不管了，大鱼，等着我让你上来。季丫头还怀着孕呢，你怎么把人推倒了？这季丫头刚死了相公，还怀着孕，你再怎么也不能动手推呀！哎，不是我推的，是季飞眠他自己爬树摔了，磕到头了，跟我可没关系啊。醒了，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啊？怎么穿的古代的衣服啊？我竟然穿越了！我成了刚怀孕就丧夫的农家女季飞眠，因为怀孕嘴馋，就爬树想偷吃邻居家的果子，结果摔破了头，晕了过去。闺女！啊！谁欺负我闺女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小妹，哎呀，闺女，你怎么样了？摔着哪儿了？这就是我的家人。我怀着孕想吃的东西稀奇古怪，爹娘还有哥哥们都会尽量满足我，还一点活都不让我干。我没事儿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着了。看吧，我就说是他自己摔的，就为了吃口果子。早知道这果子，我就摘给他了。哎呀，季家的，快去找个郎中给季丫头瞧瞧伤吧，仔细这肚子里的孩子。老大，赶紧的，去给你妹妹找个郎中来。好，闺女，咱先回家。想吃果子，让你爹给你摘啊。是啊，闺女，想吃什么爹给你买啊。哎，哥哥们都在呢，想吃什么跟哥哥说。上吧。走。哎，大夫说这伤口不浅啊，可得好好休息啊。哎呀，娘，没那么严重，不碍事的。你现在怀着身孕，万事啊都要小心。你大哥前段时间打的野兔，我这就把它熬成兔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对。小妹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我从树上摔下来，这孩子都没事儿。不是说3个月是最容易流产的吗？哎呀，算了，孩子，也算你我有缘，我日后会好好护着你的。这是哪儿？怎么还有田地，还有池塘？哇，池塘里的鱼这么大，这鱼蒸起来肯定美味又多汁。不管了，大鱼，等着我让你上来。天哪，这鱼自己跑到我手里了。难道只要我心中想什么，这池塘里的东西都会照做？那我要生蚝、螃蟹、海参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下不愁养不活孩子了。这简直是我这种吃货的福音啊！老天爷还是挺眷顾我的嘛。就是不知道这土地有什么用。下次找点种子来种。这些鱼虾带出去的话，以爹娘他们对我的关心，肯定以为我下水摸鱼了。不行，现在我还在静养，不能让他们担心。还是先不拿走了。但是怎么出去呢？我就这样出来了。好像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带给我的空间，我好像用1年就能控制进出。我和这孩子还真是有缘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。家里只有3间土屋，还专门给我空出来1间。眼见大哥就要到成亲的年龄，却还和二哥挤在一起。我又怀着身孕，日后如果孩子生下来，房子肯定是不够住的，还会加重家里的负担。得想法子好好赚钱。哎呦，大姑娘啊，你怎么下床了呢？不是让你躺床上好好静养吗？快回床上去，好好休息去。
哎呀，闺女，哎呀，趁热啊！来，累了一天还没吃饭吧？赶紧趁热吃啊！若是不够啊，我们再去拿。对，不许下床了，就在这吃。好了，我们都别打扰飞棉在这吃饭了。好，小妹慢点吃啊。走吧。这汤怎么除了腥，就只有一点咸味儿啊，实在寡淡的很。古代没有调味用的，炒菜只有盐巴，这味道不好也正常。可我也是个爱吃的，这让我怎么活啊？哎，对了，海鲜晒干了磨成粉，做调味料再好不过了。正好空间里有很多海鲜。进。进来了，把这些东西晒干磨成粉。哇，这空间还真挺滑，太好了！海鲜调味粉做出来了，这样我就能做好吃的啦，还能卖钱。好日子，我来啦！这调味粉味道不错，可怎么才能光明正大的拿出来用呢？不清不白的拿出来，怕是会被当成妖怪抓起来。有啦！我记得村口的河岸总有商队经过，不如说是给外地商人指路，然后商人送我的吧。哎呀，闺女啊，谁叫你来洗衣服的？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就行了。娘，不过是几件衣服而已，不碍事的。啊，娘，你看。娘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方才在路口，我给一个商人指路，他送给我的谢礼，说是调味用的汤粉，还能卖给酒楼客栈，值不少银子呢。外人给的，还是进嘴的东西，咱还是给大夫瞧瞧吧。啊，行。大夫说了，这东西啊没有毒。都是一些水产晒干磨成的粉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拿它下厨试试。哎，闺女，怎么能让你去做饭？让你两个哥哥去就行了。我不去，怎么把空间里的鱼拿出来吃啊？哎，家人甜蜜的烦恼。娘，我去吧，我在河边洗衣服，刚好抓了一条鱼，我想做鱼。好。哎呀。这是小妹做的，也太香了吧！小妹不仅爱吃，还很会做饭啊！大家都赶紧尝尝，这调料粉怎么样？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调味粉确实不错呀，鱼汤都比以前鲜了不少啊。既然如此，等明日就去镇上卖了它。哎，飞棉啊，你现在怀着孕呢，这好东西留给你补身体吧。没事的，娘，这里面是什么我都尝出来了，回头咱们自己做。这东西稀有，去镇上能卖不少银子呢。如今大哥快成亲了，我还怀着孕，以后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。好，等你以后身子好些啊，让你哥陪你去。快喝吧。大哥，二哥，咱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夸张了？我这胎都快4个月了，早都稳了，不用这么小心。那不行，咱娘让我和二郎好好看着你，万一街上有一个马车撞了你咋办？对，我们就负责照顾好你。这有家酒楼，咱们去看看吧。你好，您是这儿的掌柜吗？我是。夫人有何贵干？啊，我这儿有一罐调味粉，想要卖给酒楼，您尝尝味道如何？夫人，你这东西不错，还有多少？实不相瞒，只有这一罐，您看您是否要？这东西既然少，那就说明它好，是难得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该如何使用。
这个东西叫调味粉，是给菜或汤调味的东西，其中的效果你命人做上2道菜，一试便知。哦，伙计，端碗汤过来。哎，好嘞。稍等片刻。倒真如你所说，这东西用来做菜更加美味，不知道怎么卖。这东西不多，我也是偶然所得，掌柜看着给价吧。哈哈，你倒是个机灵的。38两，如何？38两？38两，成交，那就多谢掌柜了。若是后续还有这调味粉，可以直接拿来我这酒楼，我这酒楼啊，照单全收。这调味粉我是源源不断的有，但是也不能一下子拿出很多出来，不如就每月拿出1罐。掌柜，我确实还有渠道可以获得调味粉，以后我每月送来1罐如何？好，太好了。小妹，你真的会做调味粉吗？对啊，凭我这张好吃的嘴，一下子就尝出来，调味粉是用晒干的鱼虾做的。哎，以后哥哥你们就抓鱼虾晒干给我，我来磨碎调配味道。小妹真是聪明伶俐，以后抓鱼虾的活包在我身上。爹娘他们肯定想不到，一包调味粉竟然能卖出这么多钱。小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你赚的银子。都是一家人，放在谁那里都行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孕妇拿着这么多钱，容易引来灾祸。你先拿着，回到家再给爹娘就是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吧。哎，二哥，小妹我家里有钱，要不要去书店逛逛？往日二哥给人写书赚了钱，都给我买吃的了，我得报答下二哥才是。那就多谢小妹了。那调味粉是卖了多少钱？二郎从前可是从来都不舍得买书，都是抄录别人的，如今竟然舍得买了。这可是小妹给我买的。大哥，哎，这么多！哎呀，竟然有30两！娘，调味粉一共卖了38两，除去买书的钱，还剩下7两多在我这儿。这钱我就先自己留着，过几日我想买些东西，到时候就不找你要啦。飞绵呀，这是你挣的钱，你自己留着，自然也是合理。你现在怀着身孕呢，以后生孩子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娘，这些本来就是贴补家用的，如今大哥快要成亲了，先紧着大哥用，家里房子也要收拾，孩子还早着呢。而且我和酒楼老板说了，每个月都能卖出1罐调味粉。娘，你放宽心吧。好，小妹，日后有大哥在一天，就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大哥保证永远站在你前面。二哥也保证。线下是挣了点银子，缓解了家里的压力，可这远远不够啊，房子还是盖不了。哎，我再想想别的方法赚一些钱。飞棉，我是杨柳，你在家吗？我来看你了。杨柳，快进来。杨柳，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我知道你怀孕喜欢吃酸的，所以呀，我专门在我们家后院给你摘了一筐梅子来。快坐吧。梅子，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什么感觉？酸呗，还能有什么感觉？你这梅子还多吗？多呀，我家后院好多呢，都没人吃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下次多给你带点。太好了，我刚刚想到一个赚钱的好法子。这梅子虽然吃起来酸了些，但可以做成点心来卖。你是说这梅子能卖钱？那你要去卖的话，一定要叫上我，我最喜欢倒腾这些东西了，更何况这还能卖钱呢。
放心，一定会叫上你的。我身子不方便，到时候还指望你多给我摘些梅子来呢。那你说这点心到底怎么做呀？得先用盐。我忘了，我娘是叫我出来买盐的。我要是回去晚了，我娘又该说我了。哎，飞棉，这些梅子先拿着吃，等我过2天再看你，我再给你多带些。快去吧。杨柳他娘还是这样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一个人干，只偏心那个弟弟。杨柳这次若回去迟了，免不了挨上一顿骂。看来我得赶紧去试试这梅子能不能做成功，到时候多赚些钱分给杨柳，好让他有些钱财傍身。再过2天，我的酱香梅子就要大功告成啦。空间里的田还空着，剩下的姜给田地施肥得了。才2天时间，我种在这里的姜就已经长出来了。看来这块地也是个宝贝啊，能让植物这么快的生长。那以后我需要什么就在这里种好啦。这下姜可就够我用了。小妹，你这是怎么做的？居然把这酸梅子做得这么好吃！是啊，酸酸甜甜的，让人想一个接一个的吃啊。这梅子我用姜和糖腌了2日，如今少了酸味，多了甜味，再加上姜的作用，如今还有暖胃的功效。这做法确实新颖啊。这姜香梅子我自己家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的，看来卖到镇上效果一定不会差。家里这几个罐子不够用，我得到镇上再去买些罐子，才能多做点姜香梅子去卖，正好还能去给家人买点东西。哎呀，哎呦，娘，不用担心。爹娘，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。飞棉啊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也不跟我们大家说一声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娘，我是去镇上买些罐子做姜香梅子用，出门的时候看你们都不在家，所以我就自己去了。你二哥不是在家吗？怎么也不叫你二哥陪你去，好让我放心些啊。是啊，我出门的时候看二哥在房里温书，不想打扰他，就自己去了。哎呀，好啦，大家快坐下吧。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再说我这胎早就稳了，用不着这么小心。快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。爹娘，这是你们的。大哥二哥，这是你们的。快看看喜不喜欢。小妹，你怎么还给我们买东西啊？就是啊，你那点银子还不够自己用的，还给我们买衣服。好了好了，都是飞棉的一片心意，我们就收下吧。是啊是啊，爹娘大哥，你们看看衣服鞋子合不合适？二哥，你看看这支笔衬不衬手？比我的好用多了，谢谢小妹。谢什么呀？我赚钱本来就是给你们花的，等我以后做出来更多姜香梅子，赚更多的钱，咱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飞棉，我真不知道你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梅子。你要是喜欢就拿走一些，不过一次不能吃太多，对胃不好。不了，这东西拿回我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进不了我的肚子，只有我弟吃的份儿。没事儿，以后你只要想吃，随时来，我都给你留着。这梅子日后还要靠你给我弄来，到时候你去镇上卖，除去成本，我们55分成。55分成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罐子也是你的，这姜香梅子也是你做的，你做的比我多多了。你这样，我心里有些不好意思。你还负责洗梅子呢。再说了，这梅子还是你给我带过来的，当然不能叫你吃了亏的。你这胳膊怎么回事？你娘又打你了？没事的，我都习惯了。现在只想赶紧赚钱，离开这个家。
你真想离开你家？我都想好了，你千万别说什么借我钱之类的话啊！你家庭也挺困难的，咱们就这样卖些东西，我相信一定会赚到钱，离开这个家。好。飞棉，这是新买的罐子，还有这是今天赚的银子。除去成本，还剩下2两银子。这1两银子是你的。我有银子了，我有银子了！是啊，你也有银子了。等以后我们只会越赚越多，就算你嫁了人，在夫家也能挺直腰杆了。飞棉，这银子还是你替我收着吧，放在我这不安全的。如果要是被我娘还有弟弟知道了，怕是保不住了。飞棉，我只相信你，还是你帮我收着吧。飞棉，我明天尽量也跑出来，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多做一点啊？我明天拿去卖。你早上拿来的杨梅我已经做好了，等明天你过来，咱俩一起去。你这身子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你的。我相信你，只是我想过去看看情况。如果买的人多了，罐子自然是不够用的，我再多买点罐子，多做点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多赚点钱。好，那我明天过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卖梅子了，酸甜可口的梅子。姑娘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？我们都已经等了很久了呀。是啊，我昨天买了一罐，回到家都说非常好吃，吵着非要让我再买一些，等你到现在啊。抱歉啊，二位，今天来的有点晚，不过今天我只带了2罐。那我就要一罐。我也要一罐。好，慢走啊。飞棉，我们今天才刚来就已经卖光了。是啊，看来我们要多买点罐子，多做些。这陶罐子老板也太黑心了，我每天都在他这里买，可是他今天竟然每个陶罐多收了咱们3文钱，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呀？不过飞棉，你刚才买那油纸做什么？我想将腌好的梅子放干燥一点，到时候就可以包在油纸里，一来减少罐子成本，二来也省事不少。是啊，哎，你看你家杨柳和季家那丫头，她这手里拿着什么呢？啊？杨柳那死丫头和季家丫头手里拎着个布包，难道藏着什么好东西不成？哎，柳儿啊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给娘看看。娘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装东西的罐子而已。这里边都是罐子？你们买这么多罐儿？不对，柳儿，你哪来的钱？娘，这些罐子都是飞棉的，我帮他拿着也是飞棉买的。这罐子确实是我买的，我用它想腌一些白菜，毕竟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吃。腌制白菜1、2个不就够了吗？这篮子这么鼓，可你还有其他东西。柳儿，给娘看看，你留神也好奇啊。等娘看了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告诉她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哪知道里面真的都是罐子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不过醉了2个罐子罢了，又不是啥值钱的东西。飞棉丫头，你不会真要婶子赔你2个罐子吧？都怪你这个死丫头！你要是早点可以给我看一眼，我会去抢吗？杨柳娘是出了名的抠搜自私，这2个罐子的钱怕是要不回来了。若是硬要她赔，还不知道回去后会怎么为难杨柳。不过是2个罐子而已，不碍事的。杨柳，帮我把剩下的罐子带回家吧。早点回来啊，家里还有衣服要你洗呢。飞棉，这是我赔你2罐子的钱，都怪我娘，要不是因为她，那罐子也不会摔碎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过是2个罐子而已，我家里还有很多呢。等明天你都拿过去卖，肯定能赚更多钱。好，那我先回家洗衣服，然后再过来给你送梅子。好，你快去吧，不然回去迟了，你娘又该为难你了。好想吃辣的呀！我前些天在空间里撒的辣椒，还有白菜什么的，该长出来了吧？去空间看看。进。哇，天哪！白菜和辣椒都长出来了，这一下可以做辣白菜吃了。这辣味儿在这儿还挺少见的，辣白菜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这辣白菜我在空间里就能做啊，拿出去就说是酒楼老板送给我的。正好我每个月还要去趟酒楼呢，
现在调味粉有了，辣椒又有了，但是还没有花椒，饭还是差了点滋味。看来我还要出去搞点花椒种在这里，这样以后就有花椒吃啦。小美，我去山上找猎物，你就待在山脚下散心，别乱跑啊。好，大哥，那你小心一点。哎，好。这地方会有花椒吗？什么味道这么熟悉？啊，竟然是花椒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小妹，咱们下山吧。今天运气好，你看这野兔子又大又肥，够咱家吃好几顿了。正好我摘到了花椒，我要做麻辣兔肉。哎，好，走。嚯，好香啊！小妹，你的手艺是越发的好了。这是麻辣兔肉，大家快尝尝吧。这才太香了呀，麻麻辣辣的。你们在这儿吃什么呢？这么香的东西都不知道给老宅子送过去。就是，老二家的，你们竟然自己在家吃独食。娘，你看老二家的多不孝。季家老太太，我那偏心大伯、尖酸刻薄的奶奶，还有梁氏那自私自利的大伯母，我们早就分家了。他们老宅子一来，准没好事。娘，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这是做的什么？这是飞棉做的麻辣兔肉，要不您盛点回去老宅尝尝？盛点回老宅吃，我们能吃吗？娘，你看老二家的，月生打了兔子，竟也不给咱老宅分一半去，现在还让我们吃他们剩下的。要不是刘婆子告诉咱这事儿，恐怕他们自己都吃完了吧。老二，你可真不孝啊！我们有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？你大哥以后是要当大官的，他们现在2个孩子瘦骨嶙峋的，我看你们倒是圆润了不少。你们说，你们在家吃了什么好吃的？我们平日吃的也都是地里的白菜叶子，冬日的时候收集了许多在家里，平日吃的都是那些。我爹有时候是有点愚孝，关键时刻嘴巴还挺严的嘛。哼，你们这不是吃的兔肉吗？把剩下的兔肉都给我装起来。兔儿在哪里？我自己去装。这野兔是大哥好不容易打来的，还辛苦的一手扶着刘家哥一手拿下来的，竟要给老宅分去一半，想想就心疼。不过老太太都已经过来了，如果不给出去的话，肯定要到外面说3道4，不知道骂的得有多难听。奶奶，厨房我留了菜的，大哥上山打猎也累了，爹娘下地干活也辛苦了，我们本来想等吃完晚饭再给老宅送过去的，没想到您消息这么灵通，竟然自己追过来了。在厨房，我们自己去装。哎呀，哟，弟妹啊，你怎么还跟着进来了？难道还怕我们会拿你别的东西？这么严防死守的。我看大嫂和娘穿的这么光鲜亮丽的，待会儿别弄脏了，还是我来分肉吧。算你识相。什么？这肉都分给我们一半？奶奶，我大哥打这兔子实在不容易，我们剩的肉也不多了。您看这样，我先分给您剩下的一半肉。我中午做的麻辣兔肉锅里还有，你也拿上。还算你识相。飞棉啊，你怎么还给他们装你做的菜啊？娘，放心，我往里面多加了辣椒，保证他们吃得痛快。你知不知道我损失多大？这些牛羊猪肉哪一个不贵？你下次就该看看行情。这些肉做出来卖不完，剩下也是浪费。我怎么跟东边那家竞争？少爷，你可别生气了，还客人了。姑娘，夫人，您是来买肉的吧？我们这儿都是做好的肉，您回去就能吃。我不是来买肉的，我是来和这位公子谈合作的。这男子穿着气度皆不凡，想来就是这里的老板。夫人，我们这里啊是卖饭菜的，不找人合作。方才听到公子在和东边的铺子竞争，若是跟我合作，我能帮你赢过他们。行吗？那你说说，合作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死物，辣白菜。辣白菜？公子可以尝一尝，若是公子吃着可以，就可以和店里的熟肉搭配着来卖，这样一份饭菜便会便宜不少。
来买的人自然就多啦。少爷快尝尝，这白菜瞧着可是比肉还要下饭。这辣白菜确实不错，你想卖多少钱？还是公子来定个价钱吧，这些原也不是多贵的菜，只要价格合适，我都愿意卖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这样吧，你自己赚100文，这里啊是5两银子，除去你今日做的这些，剩下的你明天直接送来吧。5两银子可不少，公子就不怕我卷款私逃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再说了，不过是5两银子而已，本少爷有钱，只要你卖得好呀，以后啊你的成本我都给你出了。多谢公子信任，等明日我就将剩下的都送过来。小妮子姬飞眠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啊？我吗？我叫梁清木，你叫我梁公子就好。你这辣白菜做着还需要罐子吗？确实是用罐子腌的。我跟你说，卖罐子的那家店铺最会是见风使舵，谁过去买的多了，他认定人家有所需要，还会将价格抬高。那家店铺平时也没有多少人去买，这样吧，回头啊尽管去拿，就说是本少爷让你去拿的。想来这罐子铺也是他们家的产业了，幸亏刚才没骂你老板奸商，不然不就成指桑骂槐了吗？这样一来是方便许多，还省了买罐子的钱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来，家里只剩这些了，先吃着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小四这孩子怎么在这？我看他被村里人欺负，就带回来了。这是多久没吃饭了，吃成这个样子？真是苦了这孩子了。大房的人呐，都觉得小四傻，这才忽视了他。小四以后只要饿了，就来我们家吃饭，听到了吗？哎，飞棉，怎么又买这么多罐子？这又是要做什么？是我做的辣白菜，镇上有铺子看上了，给了我5两银子做定金呢。这再多做些，过2日给人家送过去。这镇上的人就是大方，一拿一出手就是5两银子。是啊，所以我打算再多做些，万一以后能长期合作，日后也是一条赚钱的路子。就是苦了你了，本来该好好休息的，还要背这么多重重的罐子去镇上，可是好一份劳累。娘，我不觉得累，挣的钱多了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走路走得多了，日后也有助于我生产呀。不是，好还不上菜啊？快上菜！大家别急，有剩菜去拿呢，都有啊，快点，都有。我等你许久了，你的辣白菜都卖完了，还有工人正等着买呢。多亏了你的主意，把肉和辣白菜混在一起，用差不多的价格去卖，要不然呀，我还得亏上一笔钱。哎，先不说了，你先坐，我把这些给他们啊。大家别急，都有啊。辣白菜这么受欢迎，我以后每日来送，赚些银子，也算是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了。他们呀吃得很开心，说是下次还再来的。这样吧，以后啊每日你给我送10罐，1个月之后啊我给你15两银子。怕你不相信本少爷，我先给你一半，免得呀你说本少爷。想要另外一半呀，别忘了明日再送来10罐。多谢梁公子，我会按时送过来的。如今啊，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，这土豆丝都能如此美味。多亏了飞棉呀，教我用胡椒和辣椒去炒，才炒出这酸酸辣辣的味道。小四，过来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在这儿吃吧。这小四来了一次后，便3天2头的过来。我倒也不是不欢迎他，就是这孩子太可怜了，那粮食也真是的，都不给他一口饱饭吃。这老太太都看不出来这小四没吃饭吗？想来是老爷子也没完全注意到他。我那个爷爷也是个自私的，只要自己吃饱了，别人他就不管了。糟糕，忘记爹还在这里，爹最是孝顺，听见这话8成又是不高兴了。
奶奶说飞棉姐姐是贱丫头，扫把星。这老太太说话也太过分了，这是一个祖母应该说的话吗？亏我们还月月给老宅送钱。小四，这些都是你在老宅听到的吗？娘，我瞧着小四除了不爱说话以外，和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，为什么说他是傻子呢？我先前去老宅子的时候看见了，老太太不小心砸到了小四的头，所以小四才变得如此痴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那大伯母就这样算了？她那么爱斤斤计较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如此息事宁人？那是因为老太太给大伯母塞了100文钱，这才息事宁人。这大伯母也真是的，为了100文钱，这孩子都这样了也不管。小四有这样的母亲，也是倒了霉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以后啊，多照顾一些小四便是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不喜欢的是老宅子和梁氏他们。小四这孩子，我又跟他无冤无仇的，我自然是欢迎。娘，你真好。辣椒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稀缺的，但是还好，空间里还有这么多。只是这花椒为何没有长出来？虽然说还剩一些，但是还是要使用的。哎，我先把这些辣椒卖了，还能赚些银子。老板，这东西叫辣椒，吃起来是辛辣的口感，做辣白菜的辛辣味道就是出自于它，平日里做菜也是极好的。这辣椒呀，确实是好东西，现在对我来说没用了。公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不是这里人，我来到这里不过是为了完成家族给我的一个任务，就是赢过我的堂兄。多亏了你的辣白菜，现在我已经赢了，我在家族里边也已经有了一席之地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停留在此地。所以按照你的话说，这1个月来我不过是祝你赢了一场比试。我以为自己因为这次辣白菜总算拉到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人了，没想到空欢喜一场。这人居然是大家族出身，我每日腌制这么多辣白菜，结果只是人家一个小小的比试。季夫人，你别生气，我走了，你的辣白菜同样可以卖到其他地方。这样吧，你要心里不愉快呀，我可以多给你2两银子。谁要你的臭钱？有钱就了不起啊！我的钱都是我自己赚的，不是旁人施舍来的。我不要你的2两银子。啊，是谁欺负我小妹？这位大哥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欺负季夫人，只不过是合作上有点分歧罢了。我小妹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你要不是惹恼了她，她又怎会如此？大哥，不管他的事，咱们走。哎，银子还没给你呢。哎，银子还没给你们呢。这些啊，是你的银钱。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是我没有提前说清楚，但确实也不是我能做决定的事。要是我还能再回来，说不定啊，咱们还能继续合作。走。哼，真不愧是兄妹，这臭脾气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就是小妹和那个熟食部老板，哎呀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就是之前与我合作辣白菜的那个店家，不愿意和我合作了，说是要回家，不在这待了。他先前合作的好好的，怎么能突然不合作了呢？你也别太伤心，说不定他当真有什么事呢。难道只有他一家不成？我们还能再找到其他的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他人还是挺好的，还多给了我5两银子作为补偿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是最好了。你不是现在多赚了25两吗？这也够你花了。这钱还是娘你拿着吧，我拿着怕丢了。过几日我要再去镇上，再多找找赚钱的方法。好，你若想去便去吧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糖葫芦，糖葫芦，糖葫芦。唉，
这辣白菜的生意断了，我得想个别的法子赚钱。啊，小四，卖糖葫芦喽！小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着娘他们来的，跟大伯母他们来的。他们人呢？在哪儿？怎么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？不知道。小四到底也才4、5岁，还是个小孩子，就这么将他一个人抛弃在这里，也没个人照看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小四，你想不想吃糖葫芦呀？想。老板，要2个糖葫芦。好嘞，来，给，接着。糖葫芦，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呀？嗯。好吃的糖葫芦。二哥，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？风寒还没好吗？身子无碍了，只是这咳嗽没好，不碍事的。小梅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二哥这风寒不见好，确实是个问题。我记得厨房有娘采的荆芥和紫苏，加上陈皮和干姜，可以配了药来给二哥喝。飞棉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怎么闻着这么苦啊？这是我给二哥熬的草药，这个草药是我专门熬的，二哥喝完明天就会好啦。还是飞棉细心，都赶上我这个做妈的了。小妹，你确定这个真的能喝吗？二哥你放心吧，我去街上问过大夫了，他说没问题的。好啦，二哥，你今天就早点休息，估计明天就会好多了。二哥，小妹，你风寒可有好些？还咳嗽吗？二哥，小妹，你风寒可有好些？还咳嗽吗？多亏了小妹昨日那碗药，身体已经好很多了，也不咳嗽了。看来是好多了，不过你还是要注意些，别再着凉了。小妹，你这是又要去镇上吗？娘不在家，二哥陪你去吧。没事儿，你风寒才刚好，还要温书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我先走啦。娘，你看这银子够不够给大哥盖个房子做婚房啊？飞棉呀，委屈你了。委屈什么呀？咱们还是赶紧找我爹商量一下如何开工吧。我如今每日都去镇子上卖些辣白菜赚些银子，娘，再加上你手里那些，所以银子够用的。咱们还是赶紧给大哥把婚房起了吧。飞棉，爹，我刚才跟飞棉商议一下，说过些日子呀就把房子给砌了，好给大哥做婚房。日后啊，人家姑娘嫁进来，不能让人家没有地方睡呀。是啊，确实该抓紧了。要不暂时先别起屋子了，婚事才定没多久，成亲还早着呢，我也不着急的。你放心吧，咱们的银子呀够。啊，我还以为咱家日子刚宽松了些，又要因为我盖房子去借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了。可是娘，咱们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是飞棉，他这些日子呀，去镇上卖辣白菜、姜香梅子，还有调味粉，赚了不少钱。再加上我之前存的一些，足够盖一间不错的房子了。小梅，谢谢。都是一家人，谢什么呀？要是真想谢谢我的话，就好好对我日后的嫂子吧。哎，
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早些休息吧。少爷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大娘，我是来找姬飞眠的，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啊？眼前这个人穿着不凡，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好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。既然是来找飞眠的，我家飞眠还没醒，你是？还没起啊？这女人也太能睡了吧！这个时辰了竟然还没起。算了算了，她是孕妇，嗜睡也正常。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！难道是因为上次的事情来找我们麻烦的？不，季大哥、季大娘，我绝无恶意啊！要不咱们先进去再说吧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进去吧。来。梁星木，他来干什么？难道是道歉？可他不早道过歉了吗？还给了5两银子补偿。季夫人，咱们先前的合作能否继续下去啊？找我合作？眼下梁公子又想合作啦？可我确实不想了。如今不用你的铺子也能卖得出去，虽说卖给你的铺子确实能省下罐子的几文钱，不过我自己买了罐子，确实可以多赚几10文呢。如今不用在你的铺子上省一些罐子的钱了。可与我合作，季夫人也免受风吹日晒，要是伤了腹中的孩子，可就不好了。可我瞧着这天气挺好的呀，太阳不晒，也没有风。我家公子特意的从镇子上赶来，你就这么对待我家公子吗？枉我家公子还对你这般客气。怎么觉得我说话难听？那你们走啊。梁武，你们2个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是想骗我与你们合作呢？季夫人，先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是我纨绔轻浮，轻视了合作，还请季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让咱们继续谈谈合作吧。看来这梁公子确实是带着诚意的，真心来请我合作了。罢了，我还是知道适可而止这个道理的。既然梁公子知错了，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。梁公子不妨说说如何合作？梁公子，谈合作就谈合作，不要离我家小妹这么近。季夫人，我想买断你那个辣白菜的方子，那个铺子每个月可以给你利润2成，这个方子你也可以继续使用，不过不要卖给别人了。但不说利润的事儿，就说这辣白菜的做法，我只能说1000个人能做出1000种味道，就算这方子给了你，你也未必能做出它的味道。但你如果大量要的话，我可以一次多做一些。当然了，你的铺子也不能只卖这个，好吃的东西吃得多了也会腻。我可以再卖给你一些其他的吃食方子，利润就按照你说的2成，你看如何？另外什么？我记得你还有家药铺，我这儿还有一些药方，都是配好药的，保证比你药铺里的药更好。哦，你还懂药方？药可不能。娘，您先别着急，听听小妹怎么说的。若是有更好的方子，别人在我的药铺吃着好，自然也就不用想着别人的铺子了。能快些好的，谁还想慢啊？好，我答应了。既如此的话，你出方子，还是那句话，每个月呀，给你2成利润。不单单是1张方子，而且我要3成利润，3张方子3成利润，总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只不过不知这些药方都治的什么病啊？1张风寒咳嗽，1张清热解毒，还有1张驱寒的，一共3张。2张都关于驱寒的，难道就没有点别的？难道
就没有点别的？没有。唉，季夫人这3成力真的吃了好大的好处啊。既如此，那我先告辞了。飞绵呀，这药方真的可以吗？别到时候再出什么意外。二哥，你来说说，这药方如何？你二哥见过那药方？娘，你还记得前些日子我得风寒，是小妹帮我熬的药，那药方我见过，我估计小妹跟梁公子合作的药方就是其中之一。哦，娘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二哥都喝过了，还是您亲眼看着喝的。我那药比寻常的药药效要好得多。你看二哥，不过1天1夜，咳嗽便全好了。哦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可是你平时都没接触过什么人，哪来的药方啊？这是因为我前些日子去镇子上遇到了一个游医，他吃了我的辣白菜，觉得好吃，与我有缘，便给了我一些药方，还说最近天气渐凉，正好能用得上。小妹，3成利是什么意思？3成利润，就是说他铺子的利润要分我3/10，就相当于他赚了10两银子，就要分给我3两；倘若赚到了100两银子，就要分我30两；他要是赚到了1000两银子，就要分给我300两。1000两，这真是天大的数字，就算放到镇子上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。娘，你放心，这个数目咱们迟早能拿得到，我会带着咱们家赚大钱，过好日子。娘，小妹既然这么说了，咱们就别操心了。那个药方啊，我是见识过它有多厉害，只要口碑打出去，买的人就会络绎不绝。一会儿等爹来了，咱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好。对了，娘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快进屋吧，帮我试试新食谱如何。等过2日还要跟梁公子合作呢。好，走。这普通的豆腐都能做得如此美味。飞绵啊，这也是你与那梁公子合作的菜？这道菜叫麻婆豆腐，我也是第一次做，想着若是好吃，一并卖给梁公子。哎呀，好吃好吃，饭软饭吃相结了。好吃那我就放心了。过去梁公子的铺子只卖熟食，价格高，没什么生意。加入我的辣白菜之后，生意才好转了许多。但是他的铺子又不能只卖辣白菜，所以我就研究了麻婆豆腐，搭配着这个酸辣土豆丝一起来卖，利润便会高上不少。再加上铺子里还有咱们的分成，生意好了，咱们赚的自然就多啦。还是咱们闺女能干呢。是啊，对了爹，我还要嘱咐你一件事情，关于铺子里3成利的事情，你们谁都不要传出去，尤其是不要让老翟知道。哎，你放心，爹不会说的。嘿嘿，来。那梁心木虽然瞧着不像是会动歪心思的，可是他出身不低，背后还有个梁家，到时候被发现我的价值，生出别的心思，我一个小农小户，暂时没什么反抗能力了，所以得要尽快做大做强。梁公子，这是我新带来的2道菜品，你看看。不错不错，这2道菜呀，看着甚好。季夫人，能否把这2道菜也加入咱们的菜谱录上？我愿意买断他们的做法。当然可以啦，这本来我就是给咱食铺添新菜用的。太好了，我花30两买下这2道菜的做法，季夫人意下如何？成交。梁公子，咱们赶紧签合约吧。既如此，那我就把这合约书拿去商会备案了。这是食谱和药方，咱们店铺可以按照这个来做，如果再有了新菜品也可以加上。我这次还带了20罐辣白菜，足够这段时间卖了。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等以后生意做得大了，咱们食铺可以改成一个饭馆的规模，但是不像其他寻常客栈一样提供住所，只提供菜品，做成私房菜馆。私房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咱们店铺提供独特新颖的菜品，当然味道也要好，这样不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，生意也会更好。哦，季夫人真是经商奇才呀！住在这种偏远的村庄，那可谓是明珠蒙尘了。梁公子谬赞了，我这次来带的辣椒和花椒并不多，过几日我再带新的过来。这样，季夫人，时间还早，不如我请你去酒楼吃上一顿，到时候呀，我再派人把你送回去。我这法子还不知道情况如何呢，若是眼下就叫人家请吃饭，日后万一赔了钱，岂不是叫人家心里有了疙瘩？以后时间还多着呢，等看看这个月红利如何，若是好的话，再让这阔少爷请吃饭，放心，我就不在镇上多逗留了，家中还有事呢。以后生意好了，我们少不了要往来。梁公子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。杨柳，我打算把这香香梅子的做法告诉你，这样就算以后没有我，你自己也会做。如果你和那个家真的断绝了关系，也有了养活自己的法子。真的吗，飞棉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梅子先用盐清洗干净。好。我听说你家来了个大户人家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猜猜。我哪里猜得到？你就说说吧。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我听刘婆子说的呀。她说有一位衣着华贵、气度不凡的公子在你家门口等你，不知道你是攀附了哪家的贵人，如今神气得很呢。她还说那个人是坐着马车来的，那个马车大的够2个人躺在里面了。可以用得起这么大马车的人，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户人家。哎，飞棉丫头，那日去你家的那个大马车是哪家的贵人呢？哎呦，我看他穿着气度可是不凡呐。日后你家要是发达啦，可别忘了咱们村子啊。这刘婆子往日可对我没有这般热情，肯定是不怀好意，我不能给她留下话柄，省得日后又找我麻烦。对了，杨柳，我还没说完，洗这个梅子的时候注意点，洗干净，而且搓的力度不能太大，否则腌的时候口感会不好。对啊，飞棉，你快教我这该怎么做呀？晚点我又要回家干活了。你要是不教我，这么多梅子我得洗到什么时候呀？哎，要是回去晚了，我娘又该打我了。哎呦，飞棉呀，到底是哪家的贵人呐？哎呦，你这有了这么大的依靠，将来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，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呀。你就跟我说说呗，啊？哎呀，杨柳，我的头好晕啊，快扶我一把。哎呀，飞棉，你这怎么了？累着了吗？来，我送你回家。飞棉，我成功了，我会做酱香梅子了。是啊，以后我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。飞棉，你刚刚干嘛对那个刘婆子态度那么好？她明明嘴那么碎，真讨人厌。刘婆子她的嘴太会说了，若是得罪她，恐怕会给我们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犯不着得罪她。是啊，飞棉，自从你怀孕之后，性格越来越温柔了，说话越来越有道理了。等你以后有了孩子，会事事为他考虑，为了他着想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还没成亲呢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不说了。那等日后我的孩子出生了，你做他干娘好不好呀？当然好。不过说到成亲，我那个偏心的娘，什么好的都紧着我弟，哪里会想到我？杨柳，虽然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是若是你不喜欢，没必要全听你娘的。等日后咱们赚了钱，哪里会找不到好人家？别担心啦，
有我在呢。飞棉，多谢你了。有什么好谢的？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。有什么好谢的？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。我之前从后山摘的草药，随手放在这里，没想到居然长这么好。那我也一起摘了，给店铺送过去，也能卖些银子。这些是辣椒和花椒，这些是我上次给你说的草药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家药方上所需要的材料，上次我去后山见了，便给摘下来了，想着也能换下碎银。季夫人可是比我更像个商人呢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还是开个价吧。这辣椒虽然是个稀罕物，但是容易生长，公子给上1两即可。这个花椒不好找些，极难生长，公子看能否多给些？好，这样吧，这些我一共给你5两，如何？最近铺子里的生意不错，也多亏了你。那就多谢公子啦。我们是合作伙伴，还说什么谢？你赚钱，我也跟着赚钱。上次那2道菜呀，反响的非常好，吸引了不少新顾客。最近呀，店里的门槛都被踏平了。今天呢，你又送来了花椒和辣椒，不然呀，明天都快断货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上次你给我的2个药方还没有上架，这药方当真可行吗？自然可行。前几日我二哥受风寒咳嗽，就是喝了我拿药方熬成的药，不过2日便大好了。合约书都签了，怎么梁公子是怕我坑你不成？季夫人说的在理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不过我好奇，季夫人住在这偏远山村里，如何得知这些药方的？糟糕，忘记他会问我药方的来由了。这梁兴木虽是个纨绔少爷，但也经营着铺子了许久，自然是不能拿什么游医来哄住他。我得想个合适且不便追问的理由。哎，有了。有些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，有些是我那已故的丈夫告诉我的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没事儿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幸亏梁兴木是个君子，这种方法一次就成功。2道菜的30两，加上这次交易，一共是35两。季夫人可要数数？不用，我信得过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梁公子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回去把那些药都上架了。季夫人有空可以去看看。好，我会去的。讨厌，这不是张家嫂子吗？她怎么和一个男的有关系？不行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那这次就交给你，这次一定坏了他季飞棉的名声。一个贱丫头也敢跟我叫板，赚了钱也不知道给我这个好邻居分一点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叫他得罪了你呢？不就是把他名声搞坏吗？这事儿交给我吧。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找我了，想死表哥了。表哥，他们是表兄妹。哎呀，你还怪上我了？这是我不想来吗？还不是那死老太婆这2日看得紧，要不然啊，我早就过来了。好你个张家嫂子，原本以为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，那事儿赔点钱也就过去了，没想到竟然如此恶毒，还要坏我名声。就算现在冲过去直接说了此事，张家老儿也不会相信的。我得想一个好法子，揭穿了这对狗男女。对了，飞棉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回来的时候听镇子上的人说你大着肚子，还跟镇子上的人拉拉扯扯，暧昧不清，也不知道谁传的。我昨天的时候还没听见这些话呢，今天从镇子上回来我就听见了，他们还拉着我说我是不是给你镇子上相好送信的。要不是我机灵，把银子给藏起来了，他们就发现咱们赚银子的事儿了。那最近先停一下吧，正好要说一件事情。我也正想跟你说呢，飞棉，最近就先不去镇子上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人跟我娘说了什么，我娘不让我去村口了。现在村子上这些风言风语，肯定是那张家嫂子和她表哥搞的鬼。等着瞧吧，看
看我怎么揭穿你俩的罪行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飞棉回来了，娘没事儿，你去回屋休息吧。爹，我娘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大哥相看他的女方家反悔了。怎么会悔婚？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许是外面的人呐，非言非语的，所以才……哎呀，那我娘这又是……你娘啊，还想去那女方家去解释，结果连门都没有进去。哎呀，绵绵呀，你也不用自责，都是村里人乱传。此事大哥知道了吗？你大哥呀，打猎了，想必是还不知道。你也先别与他提起啊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说的。这件事怕是和那张家嫂子脱不了干系，我得赶紧行动了，不能让大哥因为我受了连累。小妹快看，今天我猎到了野兔子，娘，等会儿给炖了，给小妹补补身子。好，我赶紧把今天的兔子放厨房。弟妹呀，弟妹出大事儿了！你来干什么？弟妹呀，你们知道乔家的事儿了吧？我特意来关心关心你们。既然大伯母是来关心我们，那就请你离开吧。我二哥正在房里温书呢，你别打扰他了。老二弟妹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好心过来告诉你们乔家人与你们退婚的事，你们不欢迎我感激我就算了，竟还往外赶我。要赶走的应该是你的宝贝乖女儿吧？在外面勾搭别人，村里的消息都传疯了，人家乔家退婚就是因为这个。你走不走？你敢打我，我这就回去告诉老爷子去。哎呀，娘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小夏要退掉和我们家的婚事。不是。乔希玉，我大哥的未婚妻，她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飞棉，希玉姐姐，你怎么出来啦？我就出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能碰见你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这是我亲手绣的，你帮我教你大哥，顺便帮我带句话，我是不会跟他退婚的，我一定会说服我娘的，你让他别担心。希玉姐姐放心，我大哥可是对你用情至深呢，那就等着希玉姐姐的好消息啦。你这丫头，就你嘴贫，这东西一定要交到你大哥手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别难过了，说不定他是有什么事呢。哎呀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大哥，是关于你的，我保证你听了绝对开心。啊？什么事啊？你猜是谁给你的？是希玉姐姐，她还让我告诉你，她要跟她娘说不跟你退婚。这帕子还是她亲自绣的，看看这上面的知更鸟，我瞧着比鸳鸯还要传情哟，忠贞不渝，象征着只爱你一个人。你快别说了。好了好了，飞棉呀，你就别逗你大哥了。月生啊，这希玉可真是个好姑娘，以后人家嫁进来，你可不许亏待人家呀。好，我也得赶紧去处理造谣这件事儿。嘿，飞棉丫头，你这是要去镇子上啊？是啊，刘婶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篮子里装的是啥呀？这是我用我大哥打的野兔做的兔肉干，打算去镇上卖些钱。哦，你也是知道，我们家为了补贴老宅欠了不少钱，自然是尽早还上了的好。哎呀，你们这季家老宅的人也真是，你说还不上就还不上呗。哎呦，他们少花点就是了，还想让你们到处去借钱。哎，你这一个人去镇上也不安全呐，怎么不见你爹你娘还有你大哥二哥呢？嘘，这事儿我爹娘都不知道。那你这一个人去多不安全呀，要不咱俩一起去吧？就等着你这句话，只怕你不开口呢。那这会不会耽误刘婶的事情啊？哎呀，不会，我能耽误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那个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，还能帮你参谋价钱呢。就省得你给人骗了，有我在，放心些。哎呀，走吧，要是你实在过意不去啊，到时候分我1/10的钱就是了。好，刘婶，我今日卖出去200文，咱们说好的，这是20文，给你。哎呀，飞棉呀，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走吧，咱回去吧。哎，这不是张家嫂子吗？哎呦，
是倒是，他旁边那个是谁呀？不知道，我瞧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别被我爹娘发现了。哎，去看看吧，哎呀，看看。行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哥哥，这一次干得不错啊！小心！哎呀，看看呀，季飞眠那贱丫头名声果然臭了，哼，还敢跟我斗！哎呀，你看看，那可不是，我全按你说的办，找了几个长舌妇在村里面那么一宣传，说他当了别人的外室，这名声一下就臭了。可是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啊？讨厌，咱们进屋，我奖励你。哎呀，真不要脸啊！哎呀，你看看这光天化日，哎呀，张家媳妇儿居然跟他表哥他俩弄到一起去了，哎呀，他也不怕人看见，哎呀，真是不要脸！别说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快走！哎呦，这个刘婆子平日里光会咬舌根子，啊，如今还污蔑我媳妇儿。村长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！呸！谁污蔑他了？你媳妇儿乱搞，那是我跟季家丫头一起看见的，不信你问问呀！来，飞棉，你跟他讲讲那天你看到的，你跟他说说他那个媳妇儿是怎样在现场和他表哥偷情的。你说呀，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人家小丫头都羞于说出口。张三呐，你就等你媳妇儿回来，你亲自问问她吧啊！哼！哎呦！脖子里的红印儿是啥呀？哎呦，是不是你那个表哥弄的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哎呦，不打自招了吧？就是心里没鬼，你护什么呀？行了，吵什么？飞棉丫头，你别怕，大家伙都在这里，你知道什么尽管说。我这个做村长的还护不住你吗？就是啊，我没看见什么，我只听到了一点点声音，我没敢看。对，飞棉丫头那天就跟我一起，她是不敢看，但是我都看见了呀，我也听见了。这个张家嫂子呀，不仅勾搭她表哥，而且呀，前几日传出来的飞棉丫头给人家做外事的事儿，都是她这个张家嫂子和她表哥两个人诬陷的。什么？这张家媳妇儿竟伙同外人污蔑飞棉丫头？香蕉嫂子，我之前与你确实有些矛盾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怀恨在心，还要找人污蔑我的名声。是你联合那刘婆子一起污蔑我，毁我清白。季飞棉，枉你还是秀才家的孙女，竟然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给季老三丢脸。我还说村长只是叫小妹过来问话，怎么还被张家嫂子攀咬了？我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童生，但是在我们府衙大人那里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。你说我小妹诬陷，正好我小妹前几日也被人诬陷，我们就去官府走一趟，好好调查清楚，看看究竟是谁在说谎。就是，一定要调查清楚，绝不放过。村长大人，小妹就劳烦您照看了。我现在就去镇上，请府衙大人好好调查一下，必定揪出这背后之人。就是。哎呀，走！还请大人为学生妹妹做主，妹妹身子不适，所以才没来。这小子，我倒是听师爷提起过，小年纪便是童生，爷爷还是个秀才。如今亲眼见到本人，没想到这么一表人才，浑身上下都是文人傲骨，想必以后定有一番大作为。所以你是想让本官查出是谁害了你的妹妹？正是，尤其是那李家、那李旭伙同张家一起做出败坏女子名声的恶毒之事。我妹妹的名声不仅毁了，学生的前途怕也会受到影响。还请大人为学生和学生的妹妹做主。如此狠毒，你放心，本官一定还你和你妹妹一个公道。你年纪轻轻就中了童生，可谓前途无量啊！本官看好你，你可不要让本官失望啊！学生多谢张大人，带上来吧。走，大人。你二人可知罪？大人，是他勾引我的，这是怒怨他。他们村有一个叫季飞棉的，得罪了他，是我这才去帮他出气的。这主意都是他想的。老爷，这不怨我呀，老爷。李旭，你无耻！你竟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！你这个，你还敢打我？安静下来！
事到如今还推推拖拖，看来是惩戒不够。来人，各打20大板！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，老爷！哼，如今只是20大板，你2人如果闹出人命了，那就不是20大板了，那是杀头的大罪。我全掌，老爷饶命！这张家没来人领他吗？大人，张家人说孙华春已经被休了，不是张家人。既然如此，关进大牢，通知他娘家前来领人。是。走，起来。学生，多谢张大人。如此可还是不够，对付她那样恶毒的女人，就应该千刀万剐了才是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，不能因为这种人气坏了身体。是啊，娘，别生气了。既然二哥回来了，那大家尝尝我新做的麻辣烫吧。麻辣烫？对，麻辣烫。哎呀，大家别光看着啦，快尝尝呀！飞绵呀，这麻辣烫是什么东西啊？从来没听过如此新奇的名字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麻辣烫就是用萝卜、豆腐、青菜各种各样的菜混合在一起，加上我秘制的汤料组成的。爹，你从来没有听过也很正常，这是我新研制的菜。小妹的厨艺我们都领略过，这麻辣烫闻起来香得让人忍不住流口水。我先开动了。爹娘二弟，你们快尝，实在是香极了。好。哎，飞绵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已经在空间里先大吃一顿加鱼加虾版本，这会儿哪还能吃得下呀？本该爹娘、大哥、二哥这份也有鱼虾的，可我今天没出门，这鱼虾没有带来的合适理由，只能委屈你们先吃素食版本。哦，我刚做的时候已经试吃过一份了，这份是给你们做的，你们快吃吧，别管我。你们快吃吧，别管我。你们觉得这麻辣烫味道如何？这一做法确实新奇。小妹，你现在厨艺了得啊！是啊，二弟说的对，我就想说这麻辣烫有股我从未吃过的味道。那咱们去镇子上买麻辣烫如何？我觉得能成。小妹做的这麻辣烫味道这么好，我吃了如同上瘾一样，去镇子上肯定很受欢迎。只是小妹为何说我们？咱们一家人一起去镇子上卖麻辣烫吗？大哥说的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商量的。咱们如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银子赚得越来越多，可老宅那帮人你们是知道的，咱们假装没钱又能瞒得了几时？再加上村子里那边风言风语，光是咱们门口停一辆马车都能被传成我做了哪家贵人的通房。这次虽然是澄清了，可是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，所以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咱们要不要搬到镇子上去？什么？搬到镇子上？虽然我们现在是攒了一些钱，但是也不够在镇子上买一套房子呀。娘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手里的银子足够在镇上租一个大点的铺子和住宅了。等日后麻辣烫的生意越做越好，咱们不久就能在镇子上买一个大一点的铺子和住宅，到时候咱们在镇子上安顿下来。就是可能要耽搁大哥的婚房了，不知道大哥……我当然没有意见，起房子的钱本来就是小妹赚的，更何况咱家以后要是真搬到镇上住，我结婚自然也就来镇上，我还沾光了呢。二哥也没有意见，我到哪儿都可以继续温书，我支持小妹。那爹娘，你们觉得？我也同意，你表个态呀！这飞绵也是为了咱们着想。这2日老太太一直缠着飞绵，问咱这钱的来历，这不也是一直觊觎着呢吗？好，就按飞绵说的办。那太好了，过2日就是发分红的日子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去镇子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和住宅，如果有合适的，就直接租下来。马上咱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梁公子，
想必季夫人是刚从石铺那里领完分红过来的吧？对呀，不知药铺这个月的分红是多少呀？还是季夫人自己打开看看吧。竟然有21两，加上刚才食铺分红的17两，足足有38两。多亏了季夫人，我都没想到有这么多，这比食铺的利润还要高。那也是多亏了梁公子愿意跟我合作。啊，对了，梁公子手上可否有空余的门面和住宅？季夫人问这个干什么？不过呀，你可算是问对人了，我手中还真有空闲的门面住宅。那太好了，我想开一家铺子卖麻辣烫，住宅是为了方便我们一家人住在镇子上照顾生意用的。不知季夫人对房子的要求是什么？铺子嘛，要空间大，地段好。至于住宅，要宽敞一些，最好能种些菜，方便我对麻辣烫的原材料供应。哎，我还真有几处房子符合季夫人的要求。不知梁公子可否有空带我前去看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今日就签约租下来。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公爹公婆，你看看，我就说老二这一下子要走吧，果不其然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都没有告诉我们一声。大伙都来看看啊，来评评理。这季老二一家想丢下年迈的老爹娘，自己一家享福去了。一家人要去哪里啊？老二，你这究竟想要去哪里啊？你是不是为了不愿赡养的老爹老娘，带着一家子想逃走吧？爹娘，不是这样的。爷爷奶奶，我们是去镇上做生意，好赚钱继续供养你们二位啊。什么做生意？是要去做商人？是啊，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我们不断借钱，为了贴补老宅，欠下了不少债，这实在还不上了。您要是实在不想让我们走，不如您先替我们还上，那我们就不走了，老老实实留在家种地。这他说什么呢？自己欠的钱自己还，我可没有钱帮你还。大家都来看看呀，这不让我们一家人去挣钱还钱，也不先借给我们一点，让我们先还上。奶奶，你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啊，实在是没法活了。孩子，娘对不起你，你还没出生就要生活在这样没有人情味的家里，是娘对不起你。早知道如此，还不如当初不让你来这世上受苦呢。哎呀，季老太太，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家一家呀？这老二一家出去挣钱，不就是给你们补贴还钱吗？就是，我说他梁大嫂子，你身为嫂子，你报哪门子的官啊？人家一大家子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你却穿得这般好，莫不是那老二给老宅补贴的钱，你都给私吞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爹呀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没了办法，才要去镇上卖小吃，就让我们走吧。不行，你们去做小吃，做商人，一家人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这做商人是最低贱的，有辱家风。除非你们与季家断绝关系，从族谱中把名字划去，否则休想过去。爹，你只是要逼死我们呢！爷爷，商人也是人，怎么有辱家风了？您说这话才是有辱家风。岳斌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你是要考取功名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不是要断绝关系吗？那就断吧。不可。爹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这季家只把我们当出苦力的摇钱树，根本不把我们当一家人啊！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她怀着孕呢，这肚子里可是你的重孙呢。爹娘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断绝关系吧。好啊你，我即刻就把你们全家从族谱上划去名字。划就划，谁稀罕跟你们吸血鬼做一家人啊？既然如此，那你村里的房子我们可是要收回来了。凭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盖的。你们自己盖的房子又怎么样？这个地是分给季家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，这个房子自然我们就收回来了。诸位乡亲们都在，那就请大家做个见证，我们二房从此与季家老宅断绝关系。
房子既然他没有收回，那便收回吧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会往老宅再补贴1分钱，我们自立门户。爹娘，大哥二哥，咱们走。姐姐，我不让你走。小四，你愿不愿意跟姐姐一起走？好你个傻子！我跟你说，走了就别再回来，我可没你这傻儿子。以后我们家就过自己的好日子了。